女生跟你牵手、拥抱、接吻了之后，第二天突然冷淡了啊，甚至会告诉你说，我想了一下，咱们还是不合适。上周我接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case 啊，这个兄弟呢，他跟女生已经牵手、拥抱，甚至都已经发誓深吻了，可以说就差那临门一脚了。结果呢，第二天这个女生突然发消息说，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还是不合适，互删吧。有过这种经历，甚至被这种经历折磨过的兄弟，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女生啊，她已经被你亲亲抱抱举高高了之后再拒绝你呢，其实并不意味着她讨厌你，你俩不会完全没戏的啊。那为什么她会这么做呢？啊，今天焦哥想要把这个现象给你们拆解出来，我会从女生的这个视角去告诉到你，为什么她会在图上口红以后不认人啊，并且我也想告诉大家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啊，各位要知道一个概念，叫做不归点。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最近啊跟他聊天，你俩呢聊的无论再怎么暧昧，无所谓的，因为他随时可以把你删了，或者是直接把你拉黑啊，他是可以反悔的。但如果说你俩发生了一些亲亲抱抱举高高的一些行为之后，那在我们女人眼里看来，关系就无法反悔了。那你亲了，对吧？抱了啊，那我就默认你是我男朋友了，再不济咱俩也是 situationship 了，对吧？啊，而这些关系呢，它是不可以回档。那对于我们女人来说啊，无法回档就是天大的一种择偶压力。那这个其实也是跟社会舆论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你们男人就算是被扒出有10几个女朋友，别人也最多就说你是渣男啊，不至于说被人看不起吧，对吧？当然女人不一样哦。只要你前男友数量大过于了5，或者说有过一次这种同居的经历，那你就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说当你们做出亲亲抱抱举高高之类的行为之后呢，女人就会觉得不对劲儿啊，我好像不能反悔啊，那不就完犊子了吗？但是她本质上对你呢是有好感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她会极度的挣扎，然后大部分女生呢就会先去把你给推开啊，给自己一个冷静期。他就会去想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之后，万一后面我们不合适呢？啊，万一我又选错了一个人呢，对吧？啊，万一我朋友他们知道我好像就是一个眼瞎呢，啊，会笑话我呢，等等。而这些经历啊，他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名声或者他的心气儿，或者说他会想他会不会又受伤啊？真的，兄弟们，你们不要觉得我说的夸张，我们女人的内心戏就是这么丰富的。尤其是那些20出头的那种年轻小女孩，她们想的可比我刚刚所说的复杂的多啊！那这种多方面的这个压力之下呢，女人就一定会想要去逃避你。OK， 那这里我们来小小的总结一下，就是在说这个女人在亲亲抱抱举高高之后再拒绝你，是因为发生这种关系之后，你们的关系已经不可回档了，变不回当初那个单纯可以去简单那种聊天那种关系了啊，所以她会有很大的决策压力。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呢，她对你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一个防备，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你俩这一次约会，亲了，抱了，对吧？那她呢就会忍不住去想，下次我们见面，你是不是就会 push 我了？但是我呢，暂时还不想那么轻易的就那个啥，对吧？那我又该怎么拒绝你呢？好像有点不太好拒绝啊，毕竟好像咱俩都亲了呀，哎呀，好烦啊，那怎么办啊？要不干脆不见了，咱就躲起来吧，啊，离得远一点。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心路历程啊，尤其是那种自身条件比较优秀的女生，我告诉你们，她一定会有这方面的疑虑的，因为这种女生她不是那么 easy 的啊。OK， 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分析完了女生就是她的这个2个可能性因素之后呢，接下来我再给你们说2个大部分兄弟后续会踩的一个雷区。其实很多时候女生刚开始冷淡你只是一种逃避，但这2个雷区一踩啊，那对方就会真的会很讨厌你的。那第一个雷区呢，叫做逆向合理化。什么意思？就比如说第2天你发现他变冷淡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大概率就会觉得说这个事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负责任啊，然后你就会去安慰人家，然后说什么，哎呀，我那天确实是冲动了，不好意思啊，你别介意。我告诉你们兄弟，这个话你要是一旦说出去了，你就彻底完蛋了。因为女生现在自身都还是迷茫的，但你这句话一道歉出来，我说实话，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击碎了她的迷茫。她就会想啊，对啊，这事儿是你的问题，是你太冲动了，都怪你这个大猪蹄子，老娘不理你了。
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逆向合理化。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呢，他就会下意识的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而你的这个道歉就刚好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理由。所以说兄弟们啊，为什么他冷淡了之后，你越去安慰他，反而就越是逃避？大部分兄弟呢还会踩第二个雷区，就是安全感确认。我还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他在第二天对你有点冷淡了之后呢，你会心里面很不踏实，然后你就会去干嘛？转账买礼物贴得更紧啊，甚至当天晚上要订个什么高档餐厅啊，再约人家出来，对不对？很多兄弟本身是出于好意的啊，就是想要单纯的去关心一下这个女孩子嘛，对吧？当然到女生眼里那就不对味了哦，她会产生一种误会啊，她会觉得你这个男的怎么头天刚跟我亲亲抱抱完，今天就上赶着，对吧？送东西，你把我当什么了？就拿这点东西把我打发了？我根本就不稀罕这些呀。所以你们看啊，这个误会它就会很尴尬，特别是很多优质女生，她更加会因此把你给推开。本身你是很真诚的在关心她，结果她就会以为你是在用这种物质型的东西去填补她的那些行为，然后完了，对吧？就只能把你推开了喂，不然她难道还要跟你这个可能是渣男或坏男人的人在一起吗？ OK， 到这里呢，我们的分析环节就结束了。兄弟们，你们可以缓一口气啊，回忆一下，那你到底是在哪儿踩坑了呢？那接下来重头戏就要来了。像这种亲亲抱抱举高高之后啊，女生突然的冷淡的这种，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是我接手了上万个兄弟的真实 case 之后总结出来的一套完整的应对框架，我可以说是10拿9稳。我希望兄弟们你们学的是思路，而不是无脑照搬，好吗？毕竟每个人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你要让他赢，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让他觉得说跟你发生这种事情不是你在占便宜，而是他赚了，就是最底层的一个核心逻辑。你不把这一点搞定的话，那不管你之后做什么，女生她都会带着一种天然的防备的。那怎么实现呢？总共就3个步骤啊，先破冰，再交心，最后呢再升华关系。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先破冰，对不对？你可以用调侃的方式跟他说什么？怎么突然变得安静了呢？该不会是昨天占完我的便宜，今天想要装高冷跑路了吧？第二个步骤是什么？交心。你可以跟他说，我能感觉到你有点顾虑，其实对我来说呢，昨天最让我感动的是你愿意信任我，这份真诚对我来说才是最珍贵的。那当然了，这个第二步我推荐你们最好是发语音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步，升华关系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可能在想什么，不用有心理负担，两个人的事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才有意思的我不会因为这个就绑着你，你要是觉得节奏快了的话，我们可以退回来再慢慢的来，我对你是有这个耐心的。你先戳破他的心思，展现你的通透再把主动权完全的交到他的手里，去消解他的被压迫感，明确的去传递你没有吃亏，我也不会得寸进尺的这种态度。他既赢了尊重，又赢了关系的掌控权，他反而就会干嘛？他会放下防备，他会重新的主动再去靠近你。OK， 最后呢，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兄弟们一定要学思路，不要去照搬硬套，因为这一套连招下来，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身上那种我尊重你，我也尊重我自己，一种就是散发出来的那种松弛感如果说你的认知跟内核没有达到这个 level， 上来就照搬，女生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虚，你说的话很假甚至会觉得你就是套了用网上的一些话术而已，她会对你会有更深的防备。其实说白了任何感情上的问题呢，即便是这种地狱级别的难度，亲密后变冷淡的，对吧？我说实话都很简单，只要你懂人性你找到问题的根源，从人性底层逻辑去把这些问题给拆解掉，那你就能够轻松的解决了呀，并且还能够把任何关系变成优质的、稳定的。所以说兄弟们保持提升，保持学习，我是肖哥，带兄弟们学人性，用人性。下课。